它曾经是最早的一批卡牌游戏，同时也是同人动画改编手游里最成功的一个。没错，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我叫 MT。自从上次咱们讲了《植物大战僵尸》之后啊，很多朋友就在后台跟我说，哎，要不你讲一下我叫 MT 吧？正好呢，这款游戏还恰好玩过，所以啊，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这款游戏究竟是怎么从繁荣走向衰落的。说到我叫 MT 这个 IP， 最早是先出的动画，但是要说到更早，那还得是魔兽世界，毕竟他们呢都是从魔兽世界这儿弄过来的。自从这个04年九成拿下代理，然后05年魔兽世界正式开服之后国服的魔兽世界玩家非常的多，同时呢也诞生了一大批的这种衍生作品。再后来魔兽世界呢出了一件大事儿，也就是从九成代理换成了网易代理。那在中间的这一段时间，这款游戏相当于在国服就不复存在了，很大的一批魔兽世界玩家没有事儿干，所以呢就只能翻一些同人作品去找乐子。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由七彩映画所制作的魔兽世界同人动画我叫 MT 在网上呢就非常的火，导演呢是核桃。里边的很多的角色也都是魔兽世界里边职业的谐音，傻满、萨满、呆贼、盗贼，内容呢基本上也都是魔兽世界的总合集。所以呢，很多魔兽世界的玩家在看这个短片的时候都会会心一笑。那随着这个短片的火爆，也有很多人看上了这个 IP， 其中呢就包括了接下来咱们要说的重点人物说不得大师。说到这个外号可能有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但是说到他这个名字，可能更多人就没有听说过了。他的名字呢叫做邢山虎，但是说到他的作品，那还是很有名气的，《拥兵天下》的这本玄幻网络小说，看过的朋友可以在屏幕里边给我一。估计看过这本书的人，现在少说都已经30了。话说回来，说到说不得大师这个人，最早呢是在金山工作，离开金山之后就成立了乐动卓越这家公司，然后呢花了300万买到了我叫 MT 的游戏版权。当时估计核桃还在想，我正愁动画没办法变现呢，你给我300万，冤大头。结果呢，后续的表现肯定让核桃后悔死。人家买到了游戏版权，半年之后就把游戏上线了。刚开始的名字呢叫做口袋魔兽，多少有点碰瓷的嫌疑，这个咱们就不好说。然后凭借着我叫 MT 本身的热度，再加上魔兽的热度，再加上他自己排斥，弄出来了一个卡牌对碰的这种数值游戏。当时的人玩的都是什么游戏啊？天天酷跑、地铁跑酷、什么神庙逃亡这种休闲游戏。那这个游戏一出来着实呢让当时的玩家们感受到了一些卡牌数值游戏的震撼。果不其然，上线12小时就登上了苹果付费榜第1名，1年内就获得了200万的玩家，更是国内首款流水突破1000万的游戏。那看到这么好的成绩，核桃他肯定也是没想到的。但是你没有办法，合同都签了，版权都已经卖给人家了，你不能反悔再给他要回来吧？这也恰恰证明了当时的人对于这个版权的东西真的是非常没有概念的。比如说像大刘10万块钱就把3体的版权卖了，哇！但我们知道，像这种游戏呢，它背后都有一个巨大的隐患，也就是这个版权问题。你小了，那版权方呢可能还不会把你怎么样，但是你这么挣钱，相当于跑到人家暴雪面前贴脸嘲讽了，那人家能忍的？于是呢，14年的时候，我叫 MT 这款游戏呢，它就吃了一个官司。这个官司呢，也是在当时非常经典的，因为我叫 MT， 它毕竟呢算是一个同人作品。那我叫 MT 这个游戏呢，它是买的我叫 MT 同人作品的版权，但是呢，你也要经过人家暴雪那边同意的，不然你就算侵权。结果这场官司也是私了了。那这款游戏它到底是怎么没落了呢？我感觉还是因为当时的游戏太少了。那个时候不是说大家去挑游戏玩，而是有什么游戏你就玩什么游戏。后来游戏越来越多了，就是玩家挑游戏玩，那你这个游戏说实话也就那样。你要是一直玩的话，估计还好，但凡拖坑一段时间，你可能就跟不上版本了。我玩的时候呢还是紫卡版本，就再往后边我去人均成卡，你完全跟不上，而且还保着很多的那种充值活动，然后就是没钱你就玩不了了。甚至呢还被打上了换皮传奇的标签，导致后续呢也只能去出去做片刻了。而且现在不单单是游戏热度的下滑，甚至连魔兽它的热度也是在下滑，只能说挺可惜，但是呢也在意料之中。因为像这种同人改编作品挺多的，还有一个就是拉拉拉德玛西亚。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也就是刚开始他们都是靠着同人火的，但是他们火了之后呢，就受到一些投资，然后呢被资本裹挟。这个时候版权方还注意到你了，于是呢你就陷入了必须和版权方切割的这种地步，就很拧巴，导致后续做出来的东西越来越不好看。这也恰恰证明了搞原创 IP 的重要性了。与此同时，还有另外一款游戏，基本上呢给这款游戏也是走的同样一个老路。这款游戏叫做 DOTA 传奇。下次咱们可以找个时间再给大家再讲一讲。OK，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咱们呢下期再见。